大家好，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美国 VPS 界的御三家。这三家呢是美国目前头部的 VPS 厂商。当然，我们把像谷歌云、亚马逊云、微软云这些剔除在外，因为它们是一个多元化的云服务平台，而这三家呢主打 VPS 云服务器这方面的业务。我们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，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一期。我们聊聊这三家呢对我们中国用户的一个友好度来进行一个比较啊，进行一个横评。我们可以从它的地区选择啊，它的费用啊，它的机器性能、网络状况等等多方面去了解。那利诺德这家绿色的 L 这家呢，它是2003年就成立的一家公司。2021年左右，它是被阿卡曼，就是跟 Cloudflare 齐名的这个 CDN 厂商收购了。所以他家的机器呢，可能在 CDN 在数据中心的一个分布式做的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。第二家呢是我们的 Do 就是数字海洋。它是2011年的公司，2022年在纽交所上市了非常屌。它是一家上市公司，然后他家还会有免费的 GitHub 学生包之类的一些联动可以免费白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其实这三家呢都是可以免费白嫖，我也都出过类似的视频。然后就是我们的 Watchro， 其实在我们大家的认知当中，它应该是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的 VPS 厂商，是很多刚进 VPS 圈一些大佬推荐的首选，用过的人应该是会比较多的。他家呢是2014年的成立的，所以是这三家里头最晚成立的。它在我们中国内地的知名度是比较有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就围绕着这三家来聊一聊。刚好有这三家的机器，这个是利诺德 Do 数字海洋 Watchro。利诺德这边呢，它的这个标志就已经变成阿卡曼的标志了，所以就已经是一个收购迹象很浓的一个状态。我们这边可以去挑选系统，它这边的系统支持呢也是比较多的，包括我们的 Alpine Linux， 它的支持版本也是特别多，还有我们这个滚动更新的 Arch。不知道发音有没有错误，这个 Linux 它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发行版。我们的 CentOS Debian Fedora 这个是 Curl 基于 Debian 来做的一个黑客喜欢用的一个 Linux 发行版。Rocky Linux 就是我们 CentOS 的平替Alma Linux 在前头。那我们就选大家主流喜欢去使用的 Ubuntu 操作系统。24.04我们这边挑选一个地区，它这边的地区呢，美国本土地区是非常多的如果你有美国本土相关的业务的话，在这些地区选择都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加拿大，选择一个新加坡吧。这三家都有新加坡，所以我们找个折中的方面去对比，是会有一个最便宜的套餐，每个月5刀，1G 的内存，1核心的处理器，还有25G 的硬盘，T 的流量。它入站的标称是40G， 出站呢是1G。这一个小细节上来讲，利诺德这边的进站还是非常有底气的。设置一个密码，你就可以直接创建了。我们再看数字海洋，它这边的区域就少很多了。它亚洲区这边只有新加坡所以它可选的区域会比较少。系统就这些，同样选择24.04。这些大厂呢，对于新的系统支持都是非常迅速的。它4刀的，它这个规格呢是512内存的。你需求不大的话，你可以去选择最低档。当然，大家进来的时候呢，这个4刀的是藏起来的，默认会选择这个6刀的。然后同样呢，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密码，我们就向下滑点击，这样的让它这边也在创建这个服务器。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 Watchro 你要选择这一档经济档里头呢，我们依然选择新加坡。那 Watchro 这边的区域非常多的，包括南美这些区域它都是有的。相对来讲呢，利诺德这边的区域也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好像没有 Watchro 那么多，差不了多少。我们这边依然选择 Ubuntu 的24.04，它相同规格的1核1G 25G 的硬盘，它给到2T， 它是6刀，在流量提供上给我们更多的一个让利。
我们这边要把这个关掉。备份好像涨价了，以前是1刀，现在1.2刀了。然后这个给我们一个免费的 IPv6，密码是它随机生成的，所以这边我们也创建一下。OK， 这边呢，利诺德为绿色呢就创建好了，我们去访问一下它的连通性。来，我们开始菜单 CMD， 来把命令行调出来，然后我们 ping 一下利诺德的 IP， 新加坡的 IP 延迟在65左右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数字海洋，我们同样复制一下它的 IP， 它这边的延迟呢就相对较高一点，它是90几91，这个对于我们使用上 SSH 连接上比较关键的一个参数。我这边呢是南方移动，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。我们复制一下 Virtual 的新加坡 IP， 它这个延迟呢更不可看。新加坡的性能层面上，还是老大哥利诺德这边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亮点。从这方面的延迟上来讲在阿卡曼的助力下，利诺德它有更好的一个全球网络性能的优势。那这边呢，直接新加坡上到300毫秒，我怀疑是广播的，也未尝不可。好了，这3台机器我们都连上了，左边的是利诺德，中间 Do， 右边 Virtual。那我们运行下来的脚本，我们看一下它的综合情况。我们首先看它脚本拉取的一个速度，右键进来，不能同时啊。那我们就第一个回车，第二个回车，第三个回车。OK， 速度上都还可以啊。来，我们选择1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占用啊。这都是相同系统、相同地理位置、相同的机器配置，只有 Do 没给我们 IPv6 的地址。利诺德和我们的 Virtual 都给我们了 IPv6 的地址。利诺德这边呢，它是用的 AMD 的机器，那么 Virtual 呢这边也用的是 AMD 的机器。数字海洋这边魔改了，这个不太知道它的架构是什么，好像是英特尔物理内存是240， Do 这边是270， Virtual 这边呢是302是最高的，在初始化的资源占用上。硬盘占用 Virtual 这边是更高的， Virtual 这边已经有5个 G 的占用了。初始状态下呢， Virtual 这边会给我们调成 BBRFQ， 测试一下他们的 IP 怎么样。我们主看 IPv4 因为还是偏主流的。利诺德这边 IP 会支持的更好一点。我们再看一下延迟，我们选择15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比方说我们北京电信，那我们这边利诺德先看是新加坡直接就到北京，数字海洋这边呢它绕美了以后再来到北京的。那 Virtual 这边呢是去法国了，去瑞典，它到欧洲绕了一圈，然后到美国才到北京的。Do 和 Virtual 这2家会绕得更多一点。21，我们测一下它的性能，包括它的硬盘性能。只有 Do 这边它初始不给我们开虚拟内存，好像其他的初始都有虚拟内存的。这个的出现，我感觉 Virtual 的性能可能会更好一点，就在 CPU 上Virtual 这边的硬盘也不错Virtual 整体的机器的配置都很好。4K 读写呢 Virtual 这边最好。现在3家呢正在测试 CPU 的一个性能，就 Geekbench 的一个测试，感觉 AMD 的性能可以Do 呢数字海洋呢会稍微差一点。左右2家是旗鼓相当的这个价位的机器缝合怪还是比较克制的，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么庞然大物的广告。我们选择1，最简单的方式去测，不是那么严谨，但是一定会有部分参考价值。内存是4万多，这边的内存18000多，内存 Virtual 这边最好。这是3家安全得分的一个情况。这是一个回程线路的邮箱的连通性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利诺德这边其实对电信还是挺友好的，连通也会绕美。移动化去香港。 Do 这边呢移动化会到美国绕一圈到广州。 Do 和 Virtual 呢网络都会绕，只有利诺德是比较稳的。陆战呢其实大家都挺强的，就是网络是有波动性的，很难总结出经验，毕竟这3家都不是专线为国内进行优化的。结论比较难定，利诺德这边呢延迟会相对来说要低一点， Virtual 这边呢性能会强一点。因为预装的系统呢 Virtual 这边可能会占用会更大一点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，欢迎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